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那今天呢是受难周的星期四，在传统上呢会在这一天来纪念耶稣和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。然后在这次的晚餐呢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然后给了一个新的诫命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那在我身后的呢是西安门，耶路撒冷有8个城门。已经广告过很多次了，但还是再广告一次，就是可以透过购买我写的那本以色列的旅行工具书，来更加的了解这一个城市。那这个城门之所以叫西安门呢，就是因为这一个区域在传统上也是被认为是西安山。那这传统其实没有考古的依据，它是在十字军时期之后才开始有的传统。那十字军为什么会有这个传统呢？是因为他们就觉得有一个地方是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的地方，就是马可楼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想带大家去看最后晚餐楼。那在我们前面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，它叫做圣母安息教堂。前阵子在翻修，现在翻修好了。在书里有介绍，可以去看。那其实耶路撒冷不是很大，所以走一走呢，就会在这里就看到了最后晚餐楼，就是前面有一小群人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看。那我们就从这里上到最后的晚餐楼。这里有写，就是从中世纪开始的时候，根据基督教的传统，认为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，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，然后就上了十字架。那这个的经典的入口是有2个通道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哎呀，好像关了，换另外一个通道走一下。在传统的最后晚餐楼的楼下呢，也有一个传统上认为是大卫坟墓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可以从这里进来，希望有开。穆斯林的宣礼塔，就是要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以前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来。那我们就进来传统上认为是最后晚餐楼的地方。因为这里曾经被改建为清真寺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留着朝向麦加的一个神龛，以及它的彩绘玻璃上面都有阿拉伯文以及一些留下来的铭文。这是典型的十字军时期的建筑风格，跟耶稣的时期差了至少1000年。那虽然说没有考古的依据，但是在这根柱子上面有妈妈的醍醐把自己的肉给幼鸟的醍醐，就好像是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。耶稣曾说：“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”你好。这里有一组人，他们正在彼此的洗脚。因为传统上就是会在这一天，就是重新的，就是效法耶稣，为门徒洗脚。受难周的星期四其实也叫做涤足节。那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会彼此洗脚以外，天主教的方济会修士，他们也会有一个礼拜。
说这个地方它并不是耶稣当时跟门徒一起吃晚餐的那一个房间，可是大家都还是会来到这里去默想纪念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圣经，约翰福音13章1到35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，挨到西门彼得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西门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先要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”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，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是谁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蘸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”耶稣就蘸了一点饼，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”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：“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”犹大收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：“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。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拨开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
是从另一个门出来的样子。那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圣母安眠教堂。那现在的时间呢是接近晚上6点了。那在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几个聚会呢，就是棕榈树之主日，然后今天礼拜4晚上呢，会大家聚会，然后聚会完了去客西马尼园，因为耶稣他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以后，他就跟门徒去客西马尼园，然后耶稣在那边祷告。然后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被捕，所以就有这样的传统。然后呢，明天星期五就是传统上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苦路，所以也会有一个苦路的聚会。然后蛮特别的是，礼拜6晚上会有一个礼拜，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。礼拜天早上也有，然后是早上6点看日出的一个礼拜。所以这就是这礼拜会有的很多的聚会。那其实每个教会都有这样子的礼拜，只是因为Kenny 跟我目前都是主要在 Christchurch 基督堂，所以我们就是参加基督堂的礼拜。那他的聚会都有在网络上都有分享，所以如果你们对于聚会内容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去看 Christchurch 的YouTube 频道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。那我们现在就走西安门，然后回到 Christchurch 去。所以这一集的影片会先到这里，跟大家说个拜拜。那如果你们对晚上在客西马尼园礼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哦。好，大家拜拜。